这部影片凝聚了比特币社区的力量，传递着希望。我们希望让1亿人感受到这份希望。如果你认同我们的理念，请与更多人分享，谢谢。一个人只能在理解的时候，才可能对什么东西爱起来或者恨起来。利奥纳多·达芬奇。还记得布雷迪一家吗？那时候一个家长打工就能养活6个孩子和1个佣人。哦，对了，还有一只叫老虎的狗。然后呢？我已指示财政部长康纳利先生暂停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的挂钩。因此，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颁令要求美元与黄金脱钩，使得政府可通过加大印钞力度窃取人们的财富。而美元与黄金脱钩背后的原因，正是为越南战争买单。与黄金脱钩导致通胀，可蚕食人们的储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美元的购买力将大幅缩水，印钞越多，贬值幅度越大，而比特币却没有这种弊端。因此，在人们意识到货币供应的概念是促进通胀的推手后，他们将明白比特币的优越性。独掌印钞大书的政客，有能力让员工反抗雇主，让客户背离供应商。他们甚至能让各行各业倒戈相向。他们让人们在街头暴动，但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正是政府一手创造这一困窘。他们把矛头指向商家、警察乃至路人，这由此产生不必要的暴力，人为悲剧，百业凋零，家破人亡。实际上，这一切均源于货币被过度利用，导致经济崩塌。过去的50年，千疮百孔的货币政策带来了太多的伤害，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被遗忘。如果你是打工人，你则与奴隶无异。虽然用词苛刻，让人感到不适，但你以时间和精力获得固定的收入却是不争的事实。你也因工作和生活压力而被剥夺了创造和创新的时间。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你每天的收入持续贬值。我们一直过着生活开支稳定、通胀适宜的生活，痴人说梦话。来之不易的收入贬值对我有什么好处？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受益的都是站在象牙尖的权贵。这个体系剥夺了人们的精力和时间，又如何指望他们有所作为？看来我们都被耍了一把。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们成了通胀的棋子。说到底，什么是通胀？通胀是无需立法的征税。米尔顿·弗里德曼。
通胀分为2类，因天灾和不可抗力造成的通胀。所以，如果货币体系运行良好，而且发生了龙卷风或飓风，导致商品和服务出现暂时性短缺，则价格自然水涨船高。所以，这属于物理通胀。但另一类通胀则为货币通胀，这类通胀更为常见，在全球通胀类型的占比高达98%。在此情况下，一个社会的所有商品、服务和资产均以本身发生通胀的货币计价。因此，如果以美元作为定价单位，美元供应量翻倍，同时房屋供应量没有增加，那么价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翻倍。一般来说，在恶性通胀的情况下，工资的涨幅无法达到通胀的幅度，工资跟不上涨价幅度，所以通胀蚕食了购买力。你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如今，这个国家的平均收入为5000美元，低于平均生活成本。食品、住房和交通等基本生活成本已比平均收入高出5000美元，导致大部分美国人入不敷出。美国的目标是将通胀控制在2%之内。他们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想每年偷走你2%的收入。”然后我们就遇到了像今年这样的情况，通货膨胀率比平常高出7到9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他们扩大对你的收入的掠夺，所以他们满口谎言。这仅仅是一个信用机制。他们在试算表上编制了一堆迥异的数据，然后说：“好吧，我们今年计划大幅增虚一些数字，我们将更大限度地摧毁人们的购买力，而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得为此买单。我们成了政府不负责任决策的牺牲品。”是的，我认为这种行为非常不道德。如今，普罗大众难以追赶通胀的节奏，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打多份工才能维持生计。双职工家庭愈加普遍，那种一人工作、一人全职家务的家庭越来越少见。现在人人都得工作，也就是说，我们用上天赋予的才华努力工作，但每年我们的钱却越来越不值钱了。这个听起来让人不太舒服。那么政府如何造钞？政府以数字方式印钞，央行有能力进行数字印钞，同时央行也能够印制实物钞票，并通过联邦储备银行进行分发。通货膨胀给印钞者带来了好处。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1975。当下的金融体系完全为精英而设。这个体系从一开始就旨在让当权者通过剥削多数普通工薪阶层来谋取暴利。如今的金融体系专为富人打造，所以他们拼命打压比特币，因为他们意识到，一旦比特币普及，他们长久以来的特权就保不住了。在准确判断我们所创造的价值时，我们不能依赖货币。因此，我们不难想象，我们将会走向这样的一个世界：很多人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价值感到迷茫。如此一来，世界的恶霸更容易为所欲为。他们会告诉你你的价值。兢兢业业工作的人，理应获得能够保障基本生活的薪酬，否则，我们的经济体系的运转便出现了问题。许多人为了维持生计而身兼多职，而这或许指明了我们存在问题的迹象。负债过多，生活难以为继，这并不明智，但生活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看到有人推崇这种生活方式。美联储向银行提供极低利率的信贷，后者在此基础上再略为提高利率，随后提供相对低利率的成本，本质上是将整个西方银行体系变成一个巨大的债务机器，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当前体制下的诱因。
那么，我们的货币体系是否在无形中吸取工薪阶层的财富？你的银子成了渣子，你的好酒掺了水。比赛亚第1:22章。货币的兴起可追溯至中世纪，乃至更早一些的时期。当时，每个地方主权国家或城邦一般会发行自己的货币。货币的可靠性、耐用性和效能受2大因素影响。第一个因素是，正如以赛亚书中所说的，货币的发行方，无论是贵族、国王还是正式政府，能否经受得住稀释货币的诱惑？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我喜欢以银元为例，在美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1美元的纸币实际上和银币是等值的，可以互相兑换，对吧？所以这个曾经值1美元银币，如今却需要花上38美元，也就是联邦储备券。这体现了购买力严重贬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后疫情时代看到全球央行都在疯狂印钞，这完全说不通。所以人们就会问，为什么房价这么疯狂？为什么食品价格疯涨？哦，是通胀作祟。实际上，通胀并非幕后的元凶，通胀是供过于求的现象，因此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以重量和度量为例，我给你1磅东西，就意味着我会给你1磅或同等重量的东西。在圣经中，尤其是申命记、利未记和摩西律法，对这种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警告。后来，以赛亚和所罗门等先知也用生动的比喻，比如用水稀释葡萄酒，形象地揭露了这种行为的本质。也就是说，通过开动印刷机，增加货币流通量，这正是典型的膨胀性政策的做法。不幸的是，随着政府道德沦丧，对货币价值的监管控制的缺失，使得货币的稳定性也随之岌岌可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思考，比特币究竟是作为一种投资资产，还是一种交易媒介，亦或者是两者兼具。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也是你的问题。约翰·康奈利，尼克松总统1971年时任财务部部长。从制造过程来看，这与利用假钞机印制100美元假钞，并试图以假钞兑换商品和服务的行为并无本质区别。这与美联储印钞数万亿美元无异。这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核心原因之一。法定货币的恶是借政策之名行侵占财产之实，这让基于算法的电子货币无法企及。作为平头百姓，要是不知道央行下个月、未来1年、5年乃至10年的政策走向，将难以规划生计。以在婴儿潮出生的人为例，在婴儿潮一代年轻的时候，50万美元被认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退休金。然而，如今50万美元似乎远远无法满足退休生活的需求。原因在于美元的购买力正在被系统性的持续破坏，这导致了婴儿潮一代和普罗大众更加依赖政府，而正中政府下怀。人们不仅承担不起退休，甚至无法开展生活。人要离开父母，与其爱人组建家庭。创世纪第2:24章。
神的旨意是让我们繁衍后代，兴旺发达。财务状况是影响许多人是否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的经济状况糟糕，尤其是年轻一代缺乏储蓄。我有很多朋友决定不生孩子，或者不再生孩子，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养不起。因此，我认为通胀让不少人放弃了生育计划。这真令人惋惜。我也曾有此遭遇，组建家庭我迟疑不决。我曾想自己是否有能力买得起房子。我们这一代越来越多的人与他们的父母同住，学贷的债务让他们苦不堪言。在经济压力下，像我这样的千禧一代对未来愈加迷茫。这是第一次，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比上一代更艰难。社会没有公平可言，整个体系与我们背道而驰。我们生活在被迫使用特定货币的体系之下，在我们国家，这种货币就是美元。我们没有选择使用美元，在是否使用美元上，我们没有投票权。我们被迫使用美元，美元被政治团体控制，他们利用政治决定谋求私利，掠夺他人的利益。自1920年代的数十年来，或许原本出于善意的政策已导致收入不均和财富集中，政客只会相互指责，吹嘘我能解决问题。但很遗憾，为了让这个体系继续运作，他们除了继续印钞外别无他选。印钞越多，财富越集中，整个体系也变得更加不公平和不平等。好吧，问题显而易见，让人感觉走投无路。但真的没有吗？如果货币体系出了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比特币是解决方案。我认为比特币是一种以社区为中心的解决方案。这种模式非常健康，能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与政治无关，没有捆绑利益关系，没有捆绑共和党、民主党或自由党派人士。每个人都能平等免费获取，任何人都能够参与比特币经济。比特币好比一家慈善教会，一个好的教会对所有人敞开大门，邀请他们成为家庭的一员。比特币也是如此。我们只能信任那些公平公正的体系，而比特币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不因种族、性别、民族或地域而有所区别的货币。今天，多哥和美国的比特币持有者享有相同的资产价值。我不是技术宅，我对科技一窍不通。但当我理解了区块链是什么后，我意识到区块链就是诚信的化身。比特币的根基是诚信，这也是我称它为人民的货币的原因。政府无法操控它，比特币不是一种集中控制的经济体系，比特币是由人民创造，为人民服务。在传统的交易模式下，从商家到消费者手中，一件商品通常要经过9道繁琐的流程。比特币网络直接精简了这7个流程，它是点对点的。这7个步骤通常被中间商把持，他们收取中间费用，有时候交易费用可节省3%甚至更多。这部分费用原本需要由商家和消费者共同承担。比特币最吸引我的一点是它的稀缺性。供应量被严格限制在2100万枚。我认为不可篡改的特性赋予了比特币强大的价值，就像时间和个人财富一样，其有限性才让人们倍加珍惜。当人们发现比特币总量限制在2100万枚时，他们就能深刻体会到比特币与其他无限量发行法定货币之间的本质区别。这就是比特币的独特之处。比特币是一种数字无机名嫖具，
水池有它，水就是它的主人。如果我走路的时候在地上捡到了一张10美元的钞票，这钱是谁的呢？是我的，因为我现在持有这张钞票。那如果我把这张钞票给了你，那现在它又是谁的呢？当然是你的，因为你现在持有它。这就是无记名票据，谁持有谁拥有。在数字世界里，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在比特币出现之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比特币解决了所有的双重支付问题。试想一下，你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发给你的朋友，你手机上还保留着这张照片，而你朋友的手机上也有了这张照片的副本。如果我想以数字方式直接把钱转给朋友，那么钱离开我的设备后，只能出现在朋友的设备上，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就会出现所谓的双重支付问题。也就是说，你可以反复多次的花同一笔钱，这套方法对金钱行不通。比特币解决了困扰计算机科学数十年的双重支付难题，首次实现了点对点数字货币的转移。比特币赋予了你成为自己银行的权利，让你可以自主掌握自己的资金，就像使用现金一样自由地进行支付，只不过这一切都在数字虚拟世界中完成。总结一下，比特币总量有限，仅有2100万枚，而且你对自己的比特币拥有绝对控制权。如今，许多顶尖企业家都将投资于比特币。我们先来看看黄金吧。没有人会随身携带金条，但有些人就是觉得持有黄金比持有现金更安心。实际上，没有人真正拥有黄金，他们没有拥有实物黄金。虽然有些人有金币，但这只是一个例外。黄金本身实际是以数字形式存在于银行的账目中。黄金记录在你购买机构如银行、投行的传统数据库的法定账目上。市面上有许多垂直整合机构控制着你获取、分销和使用传统黄金所有权的权限。虽然比特币在许多方面存在共同点，但黄金的所有权却存于你自己在比特币区块链上的钱包。美元并非保值的理想之选，因为我们得寄望于政府将来不会过度印钞。对于黄金，没有人能控制黄金的生产，因此我们明白黄金的生产不受任何掌控，同时也需要付出努力。黄金是一种需要付出大量劳动才能从地下开采出来的资产，体现了劳动者的工作量，而比特币也具备类似特征。比特币作为一种价值存储媒介，可保存在个人钱包。比特币的巨大优势在于能够冷储存，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能够转移或使用比特币。这种优势无可比拟，只需几秒，你就能够向他人买卖比特币。这种优势无可比拟，它可以在多种场景下作为支付方式进行转账，非常方便。这些优势实实在在让人有使用比特币的充分理由。无论是投机者还是价值投资者，都能轻松交易、存储和买卖比特币。与黄金相比，比特币的转移性更佳。想要转移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你得需要一支军队，而且成本极高。相反，想要转移价值10亿美元的比特币，只需点击几下鼠标就能轻松完成，只需短短10分钟，它就能瞬间转移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比特币比黄金更便捷，也更易于分割，它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8位。比特币的最小单位是聪，可以无限分割。金条或金币难以分割，甚至无法用于支付一杯星巴克。比特币比黄金更易分割、更便携，而且更容易验证。黄金难以验证，比特币易于验证。通过将密钥输入区块链浏览器，即可验证比特币的所有权。简单来说，比特币是一种数字资产，可以在互联网上流通，不需要银行或信用卡公司等第三方机构批准交易。下面我们深入探讨，你或许对区块链已有耳闻。那么，什么是区块链？区块链只是一个账本，比特币区块链是一个记录交易的数字账本，而网络上的任何计算机必须同意才能在该账本上增设区块。
每条区块链实质上包含了区块链网络上的交易明细，整个社区，或者说整个网络，均具备验证交易是否准确的能力。如果我们能更深入透视账本的运作原理，就能更好地理解数字账本的意义。账本并非什么新颖的概念，其起源可追溯至11世纪，并在14世纪和15世纪文艺复兴期间广为流行。换句话说，我们记录财富的历史距今已1000年有余。例如，当你在银行账户存钱的时候，你是在账本右栏进行代记，银行在账本的左栏借记，这是因为在你提款时，银行会从这笔存款提取。简单明了。在你使用银行账户的存款购买商品时，操作可能略微复杂。购买商品时，银行和商店需要核对你的银行账户与商店的银行账户才能转账，这是因为你和商店有着独立的账本，你与商家之间需要进行历时数天的对账。如果使用信用卡，最长甚至需要30天。试想一下，将这个时间乘以每天全球数以亿计的消费交易额。值得注意的是，银行会收取双方的交易费，每年这些交易费合共高达数万亿美元。这笔钱你得掏，商店也得掏。比特币好比一个通用的账本，每隔10分钟更新和分发一次。最重要的是，你无需通过像银行这样的中介，就能完全掌控自己的资金。在熟悉数字账本后，你或许想知道如何在区块链上保证你的比特币的安全。在区块链上储存比特币，好比储存在一个储物柜系统，就像你高中时有一个储物柜，它有着公开的地址，比如我的储物柜编号是 C19， 你可以告诉别人，把这个信封放在我的储物柜 C19， 这是我的公开地址，但只有我才有打开储物柜的钥匙，才能把东西从我的储物柜里拿出来或者放进去。保管比特币或加密币是同样的道理，区块链好比一个数字储物柜系统，有每个人都知道的公开地址，可以往这些地址塞东西，但只有我才有打开这个储物柜的钥匙。为了保管你的钥匙，你一般需要在安全的地方存放一些特殊词组密码，用于生成你的密钥。对于大部分人存放的方式，我们称之为助记词。你可能遇到一串12或24个单词组成的密码，每一个单词都是从一个特定的词库里挑出来的。把人们常用的24个单词组合起来，得出的组合数量不亚于已知宇宙的原子数量。我们存储了大量随机信息，使之从计算上无法被破解，从而保护你的财产。好吧，我一下子说了太多，让我们试着化繁为简。比特币可能看起来很复杂，其实银行的交易系统比比特币复杂多了，它们背后有一大堆复杂的规则和程序，但大多数人根本不在意这些。在传统金融中，你按下按钮，钱就到了你的钱包里，没有人关心它到底是怎么从 A 点转到 B 点。比特币毕竟是新事物，大家对它有疑问很正常。但随着比特币越来越普及，大家将信任比特币和这项经过多年验证的技术，并最终习以为常。比特币将广泛普及。最后，让我们总结比特币的简单定义。什么是比特币？比特币是一种软件，允许双方通过互联网交易价值，过程透明和无需信任，好比发送一封电子邮件般简单。我们可自由地通过互联网发送作为金钱的比特币，同时无需任何政府或银行的批准。但是你可能想知道，比特币和最近常听到的央行数字货币有什么区别？央行数字货币简称 CBDC， 现在他们尝试把，也就是央行和政府尝试法定货币的概念进行数字化，就像数字版的美元。但问题在于，让政府建立这些央行数字货币，会形成一种让政府可以监控每个人的每一笔交易的机制。他们不仅能够监控这些交易，甚至是在发现你在从事他们不认可的事情时，关闭你的银行账户。
这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如果我们容由政府走上这条路，长期来看，有可能导致人性被奴役。我认为我们需要认真审视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走上央行数字货币的道路，这将让政府拥有如此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因此，我们必须竭力阻止这种情况，坚定地支持像比特币这样的硬通货标准。央行实际上将能够曲线任何交易，这将形成许可制交易，而非无需许可制。万事达卡知道自己去年向沃尔玛支付了多少钱是一回事儿，但是他们把你的个人消费信息告诉全世界又是另一回事了。而如果他们能准确地说出你去年在沃尔玛买了些什么，这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大部分人都理解隐私的概念，而隐私正是关键。我认为货币的未来是当下最紧迫的政策议题。试想一下，奥威尔小说式的监控国家货币，例如央行数字货币，可能带来的后果，这无疑是一场善恶之争。在此情况下，比特币代表了善。执着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国家，本质上是在试图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这些政府往往是软弱的，强势领导者信任人民，而弱势领导者则试图控制一切。央行数字货币就是中央银行体系，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集权模式。我之所以支持比特币，是因为比特币的力量来自人民，而非政府。我认为，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央行数字货币都是自由的威胁。在中国，我们已经能看到央行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当消费者在商店使用扫描二维码进行支付时，可能会因地理位置限制或商品管制而导致交易失败。例如，在药店购买某些药品会受到限制。通过央行数字货币，政府可以像编写程序一样设计规则，从而对交易进行限制或禁止交易。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已广泛普及央行数字货币，这看起来有点吓人。在比较央行数字货币和比特币时，关键在于谁控制着实际的账本。一种实际是去中心化，另一种则不然。央行数字货币完全由政府控制。在了解比特币与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的差异后，让我们做一个小游戏。这可是我最喜欢的游戏——央行数字货币与比特币的对比。以下是游戏规则：我会给你读一条不久的将来的新闻标题，请判断我是在描述央行数字货币还是比特币。准备好了吗？好的。第一条，马克龙总统在各大社交媒体备受抨击后，法国决定暂停试行数字钱包。这还用想吗？太简单了。央行数字货币还是比特币？对，央行数字货币。下一条，一名英国电工因超出1周的限酒量而被当地酒吧拒酒，引起该电工的不满。央行数字货币还是比特币？毫无疑问是央行数字货币。最后一条，准备好了吗？可以给我来一段鼓声吗？在中国入侵后，台湾人们能带着藏在脑海的财产逃离台湾，边境守卫无法没收他们的财富。央行数字货币还是比特币？对，比特币。感谢各位的参与 ，Natalie， 把时间交回给你。希望你现在更有信心。让我们回到比特币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议题，了解比特币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我认为使用比特币有着良好的道德支撑。比特币为终端消费者、公民服务。比特币具有稳定性，无法遭他人盗取、篡改、操纵或虚增，因此对于个人来说，比特币是个好东西。这未必符合某些政府的利益，他们渴望拥有随意冻结或没收公民银行账户的权利，无论是通过行政命令还是暴力手段。政客许诺你的房子会升值，你可以随时在 ATM 取现，还能低息贷款、租车、买手机。总之，他们希望你不断消费、借贷，周而复始。这不具有可持续性，这对人类和谐无法持续，对这个星球无法持续。
这种模式催生了一个只看重金钱的社会，人们更关注 GDP 和商品的交换价值，却忽视了更重要的生活体验。过度追求 GDP 增长，让我们陷入了一个唯价值论的怪圈，忽略了识字率、自杀率、离婚率、幸福和污染程度等指标。政客总是说 GDP 上涨了，意味着我们过得很好，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问题，对这个星球是无法持续的。我认为，建立一个稳健的货币体系是重塑我们金融体系的关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平衡。这和回到布隆尼一家的时代有什么关系？也就是一个人工作就能养起一个家庭和实现均衡的生活。比特币能再次降低生活成本，让我们能够规划未来。如果货币回到实际的价值，试想一下我们将拥有的自由。我认为保值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它让我们思考，我辛苦赚来的钱到底该怎么放才能保持经济价值。我不仅希望它能保值，更希望它能随着时间不断升值。我认为比特币在过去15年的表现证明了它是全球最可靠的保值工具。人们认为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就是印钞，货币供应过量会制造通胀，并因此健全的货币体系往往能够升值。你可能对健全货币这个概念还不太熟悉，下面我们来详细了解它的真正含义。什么是健全货币？健全货币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金币作为通货的时代。那时候，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国王和女王经常在金币中掺杂廉价金属，制造出以假乱真但实际被稀释的劣质货币。如此一来，他们就能用同样的黄金铸造出更多的金币。原本10盎司黄金只能铸造10枚金币，现在却能铸造出14枚，以欺骗的方式窃取民众的钱财。民众很快就察觉到了黄金骗局，并想出了一个简单却巧妙的方法来辨别他们金币的纯度。辨别纯金金币掉落时与掺假稀释的金币的不同声音。如今，健全货币指不能掺假稀释的货币。比特币是人类迄今为止创造出最健全的货币，无论采取什么方法，比特币的总量不变，无法掺假稀释。在全人类历史，比特币的总量严格限制在2100万枚。比特币无法凭空产生，这赋予了它极高的信任度。更重要的是，比特币对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所有人开放。如果你是全球50%没有银行账户的人口的一份子，你就被全球经济拒之门外。没有信用卡或数字支付工具，就无法网购。全球有许多人被金融系统排挤，无法改善他们的生计。比特币最终将取代货币系统和金融系统。比特币是一个基于数学的系统，其核心在于尝试将政治因素排除在货币之外。最美妙之处在于，世界上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原因都可以使用比特币，没有任何人可以审查、阻止或干预比特币的使用，更没有人能中途改变规则。所有人均遵守着相同的规则。在比特币的体系，无论你是身家亿万的富豪、总统，亦或是身处底层的平民，大家都是平等的。比特币能否帮助人们摆脱贫困，为他们创造前所未有的商业机会？能。诚然，全球金融体系正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人得以享受到以往无法企及的金融服务。例如普惠金融。当前的金融体系依然存在大量人群仍被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的问题。以非洲大陆为例，非洲之所以无法脱贫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非洲各国的货币要么完全崩溃，要么千疮百孔，要么价值失衡。非洲国家工薪阶层和企业的经济活力被控制货币的腐败政客吸取。
事实上，如果你使用的货币不断贬值，你就累积财富无望。但比特币不仅让人们成为自己的银行的主人，比特币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数字资产所有权。比特币极具创开拓性，是一套全新的模块型技术。尽管我们尚不清楚到底能用它搭建起怎样的未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或许能解决人类自古以来对财产安全的担忧。个人对自身赚取和购置的财产拥有完全的支配权，不受任何外力干涉，无论是帮派、政府还是其他任何可能使用武力的组织。这代表着巨大的优势和重要的资产。我的父母来自前苏联。1989年，我7岁的时候，他们带着我和姐姐离开了前苏联。众所周知，苏联是一个极具压迫性的政权，物资匮乏，人们没有真正的自由，无法随心所欲的生活，信息被严格管控，每人只能兑换100美元礼金。我们一家4口仅带着400美元就开始了新的生活，否则在黑市上兑换我们几乎一文不值的苏联卢布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如果比特币在1989年的前苏联时期已诞生，我们就可以带走自己的辛勤劳动成果和所有积累的财富，我们应得的财富。如果你带着巨额现金或黄金进入另一个国家的机场，很可能面临被逮捕、遣返，或更可能的是，你既被没收这些钱财，又被遣返，对吧？试试背着100万美元的黄金穿过大多数国家的机场，看看你能走多远。你甚至不能携带价值超过1万美元的任何东西入境。政府已经牢牢掌控了公民的财富。只要强制使用法定货币，他们就可以通过操纵货币贬值，肆意侵吞你的资产。比特币打破了权力的平衡，首次让你能够在硬件钱包或一套密钥存放你的资产，无需通过机场或船舶进行实物运输，只需12个助记词，你就能在网络空间转移资产。只需一条 WhatsApp 消息，你就能够转移整个国家的数字资产。人们常说，武装的社会是一个礼貌的社会。当公民被解除武装，而政府是唯一持有枪支的实体时，他人就能轻松盗取所有的财产。当95%的人民面临饥荒时，这不是问题。只要1%的人掌握了武器，获得食物，他们就能继续统治国家。这种现象在朝鲜、古巴、津巴布韦等国均有先例。比特币的出现使得每个人都有了经济上的武器，在人类历史上，平民拥有了反击的能力。加密爱哈希墙，保障你的财富的安全。任何市长、州长或国家，无论他们拥有多大的武力，都无法从你的受众夺走这些财富。然后呢？当这种局面出现时，政府只能选择和你谈判。这意味着没有人能直接夺走你的一切，他们得试图哄骗或谈判，让你交出一半，这就是所谓的税收。想要真正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我们必须赋予他们财产权，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储蓄。我们需要给人们创造财富、创业并传承财富的机会，从而使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正是比特币具备的能力。作为全球首份数字5G 名嫖局，比特币是数字产权首次成为现实。它让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和控制自己的财富。同时，经济自由是社会自由的基石。如果你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富，也就无法在自由的社会生存。在加密货币的出现前，你需要银行帮助搭建并投放在互联网上。
但现在我们有了互联网原生货币，这使得全世界都能参与全球经济。比特币最终将成为一种对抗暴政、打击腐败的武器。当货币体系不再被少数人控制，而是成为全民共享的资源时，这个系统就更加安全可靠。比特币提供了让科技普惠社会的途径，这符合人类的最佳本质，而非最恶劣的一面。比特币是一种人人认可的价值，已经有1亿人认识到了比特币的价值。曾经有过那么的一刻，我看着账本上的比特币，意识到它是属于我的财产。我的财产就在我手里，不再受制于银行，不再面临银行挤兑或被某些银行家操控的风险，它就在我的手里。我清楚我的财产存放在何处。比特币给平民赋权，赋权给人民。这就是为什么比特币成为普罗大众的希望的原因。它让我们重新掌握自己的时间、精力和生活。我认为，比特币最具开创性的一面是社会经济的体验。所有花钱的人都应该有权决定钱该怎么花，对吧？还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少数掌权者来决定货币政策？比特币使绝大多数用户能够参与并决定货币政策的变动。比特币解决了去中心化和安全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解决去中心化和安全问题。刚开始接触比特币的人，读完比特币白皮书后，往往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份9页的文章简单易懂，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全新的加密币生态。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真正拥有自己的钱。你不再需要依赖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泥足深陷的中介机构。作为一名工程师，当我看到这篇白皮书时，我感到无比振奋。这是我所能想象的最能激发人类潜力的创新之一。最关键的是，比特币彻底改变了我们人类的行为方式，不是吗？千百年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维系社会运转的基础。过去，信任是交易的前提条件，你得让信得过的人来保管你的财富。而现在，我们不再需要这种前置条件，你可以使用比特币，无需再将信任寄托于他人，你只需相信算法、软件代码、系统规则。比特币是一个基于代码和规则的完全开放的系统，你无需再将信任寄托于银行、政府，甚至是你的邻居。借助比特币，你能够与敌人、好友做交易。我认为，比特币之所以具有固有的道德属性，是因为它是一个不受控制或操纵，每个人都遵守同一套规则，没有人凌驾规则。在比特币，没有人能够获得特权，有别于利用印钞机谋求不平等利益的现行金融系统。我认为，比特币可以通过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包容的系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并有助于缓解时下社会撕裂、两极分化和财富集中的问题。比特币可以治愈很多问题，它甚至可以防止当权者夺走我们的财富或让我们晋升。当你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尤其是独裁政府时，他们首先将切断你的资金来源，甚至不必是独裁政府，都会采取这种手段。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利用银行切断货车司机的资金来源，这是因为他们对加拿大针对货车司机的疫情限制开展了示威，加拿大政府便是利用了银行。尽管这种做法在加拿大是违法的，但特鲁多依然得逞。银行落实了政府的命令，通过限制资金让示威者晋升。即便是没有犯罪、没有被指控犯罪，当然也没有被定罪的政府政策批判者，也会遭到惩罚。这种惩罚比监禁更为可怕。因为如果你无法使用银行账户，你就无法养活孩子，买不起汽油，也无法支付房贷。如果政府有能力导致人民饿死、失业或流离失所，那么
实质上政府就获得了作恶的许可。正因如此，我开始认真考虑比特币作为一种可用于规避政府监控的货币。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当我们的银行账户遭到政府冻结时，得益于比特币储蓄，我们得以继续开展活动。可以说，比特币给了我们当时行动与言论的自由。美国政府拥有随时没收整个国家储蓄的绝对能力。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后，美国政府无差别的所作所为就是充分的佐证。这还包括他们在今年2月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同样，这是无差别的制裁。你或许会说，这些是美国的战略目标，好吧？但他们没收整个国家的储蓄，实际上就是不公平的做法，对吧？我认为你把政治目的与人民储蓄混于一谈，这着实可悲。政府可随时决定其需要针对的人，并实施制裁。那么，制裁是什么？金融制裁、儿童饥荒。本质上，这样的行为就是切断了一个国家的人口的食物与服务供应。这听起来或许让人感到不适，但在谈及经济制裁时，不论是委内瑞拉还是俄罗斯，政府无一例外地美化自己的行为，并标榜我们更加清楚，我们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但是，只是他人持有不同观点、不同生活方式或者不同的世界观，就对其进行审查，这显然有失公允。PayPal 推出了荒谬的政策，只要你在网上说了一些他们不喜欢的话，就会被贴上错误信息的标签。当然，在过去的2年，我们亲眼目睹许多被他们称为错误信息的言论，后来却被证明是事实。如果你被认定传播了错误信息，他们可以从你的账户中扣除$2500。面对汹涌的批评声浪，他们匆忙回应：“请稍安勿躁，那是个误会。”如今，在加拿大乃至全球范围内，从 PayPal 到各大银行，我们目睹了同样的现象。你以为属于你的财产，实则并非为你所用。最终，如果我们无法掌控自己或家庭的经济未来，也就无法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主人。比特币把生活的控制权交还给我们，这正是比特币被很多人视为善的原因所在。我坚信，比特币正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并且未来将继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自比特币问世的13年以来，每年屡见不鲜的货币危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甚至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其货币体系崩溃，比特币成为了他们的救命稻草。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际，我的一些朋友站在前线，尝试帮助被困于防空洞的难民，给他们提供食物和水。他们向我们求助，让我们帮助购买更多的物资。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比特币成为唯一能进入乌克兰境内的货币。在银行营业时间以外，没有其他技术能实现资金跨境转移。所以，我们利用比特币进行转账，兑换成当地货币，为前线人员提供资金和人道主义援助。比特币成为该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在战争面前，对比特币这类事物的所有哲学质疑显得苍白，因为那并不重要。如果比特币能解决实际问题，人们自然会选择它。比特币能解决世界的诸多问题，满足人们的真实需求，这正是比特币让人着迷的原因。我们决定接受比特币捐款，但最初比特币只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备选方案。比特币的概念与全球金融普惠自由的概念息息相关，这让比特币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对抗不公的强大工具。当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时，无论是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还是乌克兰，还是别的地方，重要的是你拥有在必要时不会被冻结，能为你的自由而战的金融工具。不要天真地认为你的国家的某些人不会滥用权力，这一天总会到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正如你看到的，比特币发展相当快的地方，实际上就是最需要比特币的国家。萨尔瓦多之所以是比特币的天然养土，是因为他们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他们离当今的货币垄断体系最远。这些国家一直饱受恶性通胀或独裁统治之苦，这些国家的人民迫切渴望摆脱束缚，拼命投身于开放的货币体系，这就是自由。某程度上也是政府失能的地方。许多批评声音认为，比特币只是富裕西方人的玩物，或者是一种投机工具。但早期数据显示，比特币在存在实际需求的国家的普及速度远超预期。比如在尼日利亚，比特币的普及率位居世界前列，超过30%的人使用比特币。比特币实质上是一种点对点交易的工具，你可以直接向身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家人跨境转移比特币资产，而无需将信任寄望于他人。阿根廷人使用比特币来绕过资本管制，将资金安全地转移到国外的个案不胜枚举。阿根廷政府对美元进行管控，而比特币恰恰成了绝佳的替代品。让我的子民离去，出埃及记第51章。我的国家被非洲最古老的军事政权统治，相同的党派执政57年，残忍腐败的军事政权让我们生活在难以想象的痛苦高压统治之下。激进分子和意见人士被逮捕、杀害、抛尸大海，无数仁人志士在无审判的情况下被囚禁多年，更有许多人无故消失，其家人甚至没有看到他们的尸体。我与成千上万的难民逃离国家，流离失所。我视比特币是政治、社会和经济自由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比特币背后的意识形态崇尚把从货币机构夺回的经济权利交还给人民。我们不再需要把货币的控制权交由银行和政府，不再由他们决定货币的价值。我们还处于我们的货币在国境之外变得毫无价值的困境。我认为比特币是一种工具，能让我们终结这种持续束缚国家和人民的殖民体制。我的行动目标是最终实现人民自由、有尊严的生活。没有经济自由，这一切就无从说起。男子有其所得，妇女有其所得。古兰经第4章妇女。Digital Citizen Fund 是我发起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的目标是给阿富汗等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女性和儿童赋权。然而，我们曾面临一个难题，由于许多女性没有银行账户，我们不得不把她们的工资转账到其男性亲属的账户上。许多的这些妇女不时表示，她们从未收到过这些钱。因为男性和亲属收到这些钱后，一般不会给他们。为什么？在一些保守的社区，女性的生活自由常常受到限制。显然，他们最不想看到的是女性拥有经济自由。在听说比特币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哇哦，我们可以向女性支付比特币，让她们控制自己的财务。这可有意思了。我们为系统部署了一个比特币钱包，我们开发了一个简单易用的平台，让他们可以轻松地找到自己的钱包，查看账户余额，并了解如何运用资金。比特币帮助我们绕过了物理和社会障碍。只要你有手机和智能手机，并且能够上网，我们就拥有随身银行。我认为这就是比特币的魅力所在。学习行善，追求正义，反抗压迫。比赛亚第17章。纳粹入侵东欧时，当地的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
在此之前，纳粹入侵西班牙时，当地的犹太人亦是如此。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大量犹太人被驱逐出叙利亚和埃及，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天哪！如果他们当时能带着数字钱包，那该多好啊！三者不可久藏：太阳、月亮、真理、佛陀。我认为比特币既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基于道德的意识形态，因此拥有众多精神追随者，甚至被视为一种宗教信仰。对真理、诚信和宇宙能量守恒的信仰，使比特币成为了许多人的精神寄托。比特币倡导道德与和平，是一种反暴力货币。不可取人性命，十戒。站在政治的角度，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都激进地争夺资源，试图将金融资源投入到他们的本地管辖区，以支持正在酝酿的战争机器。这就是法定货币的游戏规则，没有统一的规则，统一的规则集，这与比特币形成鲜明的对比。比特币建立了一套全球统一、无法篡改、操纵或损害他人利益的规则，这正是比特币与众不同之处，也是比特币解决人性与历史上的暴力顽疾的关键。法定货币被用于资助战争。过去20年，我们在政权更迭争夺中投入了8万亿美元，却换来了国家安全、稳定和经济的倒退。这些战争几乎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就草率发动了。结果如何？伊拉克的情况如今比我们当初介入时更加糟糕。我们杀害的伊拉克人比萨达姆·侯赛因的还要多。美国杀害了67万至100万伊拉克人。伊拉克如今根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演变成什叶派和逊尼派死亡小队之间混乱的战场。我们导致 ISIS 战争蔓延至叙利亚，使200万难民涌入欧洲，危害欧洲各国的民主制度。这最终导致英国脱欧，欧盟分裂。法国当前的骚乱正是我们发动战争导致的大规模移民潮的直接后果。要是知道这样的后果，纳税人绝对不会同意资助这些战争。但政府也不愿意，政客也不想向纳税人寻求发动战争的批准。通过印钞，政府就有能力资助军工复合体，并造成巨大的无节制支出。回顾历史上的战争时，你会发现战争能带来暴力，央行能通过印钞来资助战争的双方。我曾经驾驶战斗直升机参战，几乎在每次执行飞行任务时，都会有人遭到射击、受伤或死亡。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是一次极其谦卑的经历，让我亲眼目睹了人类对彼此的破坏力。通过溯源，什么是战争的根源？为什么甚至会发生战争？我个人认为，这一切源于金钱利益作祟。对于我来说，确保人们发现一个不受操纵或篡改的受信任账本，让他们了解有更好的交易相处之道，没什么能比这更加重要了。我们发动战争，担心自身利益缩水，这是我们在比特币基础上需要的双层解决方案。我们是构建一个让非暴力、善良比剥削和贪婪更有利可图的人类社会的主体，而不是区块链上的代码。神啊，消除暴力和破坏，施行公正和公平，停止剥削我的子民。以西结书第45、9章。
为什么美国没有人关心我们已经发动了这么久的战争？为什么没有人质疑战争的代价？战争不仅是人命的损失，还有经济上的代价。这是因为这些代价一直通过货币贬值的方式来支付。货币贬值导致人们感觉不到自己直接承担这些代价，所以这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代价。因此，不仅美国，而是所有采用法定货币制度的国家均通过货币贬值承担武装冲突的费用。改用比特币标准，就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掩盖冲突的成本。相反，比特币是促进和平的货币。若当权者在发动战争前需要向民众寻求批准，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众是不会同意的。有意思的是，当政府陷入困境，需要为战争、疫情或其他灾难性事件买单时，他们往往选择印钞。大量印钞将导致货币贬值。那么，如果比特币成了唯一的选择，会怎么样？政府不仅无法为战争印钞，甚至可能不会发动战争。因此，许多人认为，比特币的世界会减少战争，增加和平，并激励人们相互关爱。不可贪图他人之物，实践。我认为比特币才是真正的货币。在圣经，金钱也有对错之分。政府发行的货币显然是不公正的。它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增加收入不公平。我想，这种不平等的体系被神所厌恶。那群精英在决策时只考虑自己和身边人的利益，他们实质上并没有创造更多财富，而是通过操纵货币等手段从劳动者手中夺取财富。这种制度极其不公，甚至是变相掠夺。美国政府以疯狂印钞，这是他们理想的解决方案。这是掠夺他人钱财而不会被定罪和以使用他人钱财为乐的行为，原理就是如此，也是人们追求从政的原因之一。政客可以掠夺平民的钱财，大多数选民没有意识到，严重通胀所致的物价飞涨，正是不道德的政府有意而为之。他们实际上是在窃取你的成果。通胀就是盗窃，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偷我们的钱。可悲的是，人们以暴刷信用卡、背负更多的债务的方式来应对通胀，而这只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利息是撒旦的发明，托马斯·爱迪生。如今，我们的利率水平经常远超通胀。我认为，这无疑引发了我们对现代社会金融体系的伦理思考。人们为了获得信贷而支付了过高的费用，这是否合理？他们支付的更多是信用成本，而非借款本身。伊斯兰教严格禁止利息贷款，利息在阿拉伯语中称之为利巴。从字面上理解，利巴就是盈余或过剩，指超出本金的任何额外收益。因此，伊斯兰教禁止任何形式的货币创造。利巴就是利息，利巴是高利贷，是货币创造。当伊斯兰教谈论健全货币时，实际上指的是一种不能凭空创造的货币，因此需要劳动证明。法定货币的问题之一就是不需要劳动证明。有意思，让我们看看其他宗教对如何看待比特币及其伦理。许多人提出疑问：技术在犹太教中的角色是什么？这是一项传承了数千年的传统和法则。那么，犹太教又如何看待这些现代发明和技术？事实上，上帝创造世界万物，都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更好地侍奉他。
所有的这些技术，无论是电话、互联网、视频，还是比特币，均可以也应当被用于更好的侍奉上帝。印度曾经是一个既富裕又具有精神创新力的工业强国，这主要是因为追求解脱，也就是真正的自由是印度经济基础的最终目标。我们可再次追求这一目标。如果比特币能帮助我们建立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既能满足物质需求，又能实现精神自由，那将是理想之境。但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又并非完全前所未见，这更像是回归我们的传统。比特币仿佛能激发我们人性中的善，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些宗教教义。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对比犹太教与区块链。除了链这个词本身，犹太教和托拉代代相传的过程被称为 Histaushlut， 即从一代拉比传给下一代拉比形成的传承链条。每个人都可以效仿托拉，他们本身就是完整的节点，他们可以自行验证所有的教律、习俗和传统。面对新的情况，拉比们必须思考托拉如何看待这些新技术和新问题，这正是需要劳动证明之处。拉比是分析和研究托拉最权威的学者，他们通过深入研究和撰写著作来证明自己的劳动，并随后由部落所有成员的检验他们的著作。他们只需要研究托拉，验证拉比的观点是否符合托拉的价值观和教义。作为一名犹太人，我深知自己的民族历经千年流散，屡遭迫害，因此我更能体会到拥有不受第三方干涉、可以随身携带、自由支配的货币的价值。比特币是技术进步又一产物，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侍奉上帝。佛教本身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体系，事实上，这是我所知的唯一一个创始人明确表示不要盲目相信我的话的宗教。教徒必须亲自验证。在佛教，验证意味着教徒必须对佛陀所说的一切进行批判性思考。某种程度上，佛教教徒就像是一个区块验证者，需要亲自去体验和验证佛教的道理。佛教就像一套算法，有一组规则。佛教教徒认为，只要遵循这些规则，就能获得幸福，并将创造一个充满善意、仁慈和公平的社会。我认为这与区块链的工作原理非常相似。区块链旨在建立一个普惠系统，而不是只服务于特定群体。我认为这些都与去中心化的理念高度契合，因此，我认为佛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宗教。如果实行中央集权式的经济规划，由少数人决定整个经济的走向，那么可获得的信息就会更少。如果实行去中心化经济，参与决策的人数更多，信息来源更广，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也更深入。相比之下，实行由一个小型的政策智库，一般受自身利益的约束，制定决策的集中式经济模式，往往无法获取如此丰富的信息。圣经认为，金钱本身并不邪恶。人们常说金钱是邪恶，但事实并非如此。金钱是我们管理人际关系、交换不同技能和能力的一种媒介。圣经认为，贪财才是邪恶的根源。当金钱驱使我们变得贪婪、贪图享乐，变得贪得无厌，或者助长了我们的骄傲自大时，问题就出现了。事实上，问题不在于金钱本身，而在于我们对金钱的态度。
在古代的吠陀经济学中，统治者往往由民选产生，甚至在2、3千年前便是如此。评选统治者的标准被称为 Yoga Kshama， 也就是说，衡量全体公民的物质和精神整体福祉，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金钱利润被视为一种附带产物，虽然调整货币供应量可能带来短期的益处，但同时也可能导致我们忽视了许多衡量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印钞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刺激消费，无论是直接鼓励人们花钱，还是通过低利率贷款的方式诱导消费。但无论是哪种宗教或哲学，都没有将过度消费甚至负债界定为人生目标。本质上，我们正在鼓励一种有悖于基本道德的行为。我不确定这种行为还能持续多久。人本质上是神圣的灵魂，为了体验幸福与自由，以人类形态共同创造并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这是真理，也是吠陀经济学的基础。伊斯兰教的主要经书有2部，一是《古兰经》，被认为是真主直接启示的经典；二是《圣训》，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言行录。《圣训》有2条涉及价格操纵和垄断的著名训言，其中关于价格操纵的训言大致如下：一群人向先知请教，您能否保持市场上商品的价格不变？先知思考后回答，不能，因为这会对人们不公平。他认为是真主决定了市场上的价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自由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公正的。我认为比特币是迄今为止最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货币，同时也是最符合亚伯拉罕诸教精神的货币，因为这3大一神教在正义、平等、公平以及人际交往方面有着诸多共同的价值观。比特币不仅是最符合伊斯兰教交易的货币，也是最符合犹太教和基督教精神的货币。我认为比特币是一个颠覆性的概念，有潜力彻底重塑我们对过去100年的经济史的认知。在比特币的世界里，人们可以自由和快乐地合作。如果修复货币体系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愿景，试想一下我们可构建的美好未来。比特币的故事仍在书写，着实让人兴奋。10年前，比特币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但我们至今仍无法预见它的最终形态。如果比特币在全球普及，会怎么样？如果在全球广泛采用，也就是比特币化，那么它的最终形态会是什么？或许届时世界就没有其他货币，各国政府放弃其法定货币，包括美元、日元和欧元，并统一采用比特币，那么比特币将成为标准的支付机制，央行无需过多的介入，而比特币将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这也是我的期待。在我刚认识这一领域时，我认为这个过程可能需要花上几个世纪，但我感觉这个过程每年都在缩短。我认为，如果比特币成为世界标准，战争将有所减少。随着政府将愈加难以向公民征税，政府的规模将大幅缩减。如果比特币成为全球货币，政府的角色显著缩小，他们从公民身上榨取价值的能力以及发动战争的能力也会下降。一个乐观的政府应接纳比特币，并认识到比特币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一个国家无法禁用比特币，也不能保证其他国家也会跟进。与其逆流而上，不如顺势而为，拥抱这场变革。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今发生的一切，已成了我们1985年电脑课描绘的未来。这不仅仅是技术、计算或货币系统的进步，我认为比特币代表着人类意识数千年来
前所未见的进化。我们正迈向一个数字化的未来，不再受制于政府、银行和中央机构的控制。比特币是一个全球性的开放网络，让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机会，这极为强大。随着比特币的广泛普及，权力将回归个人手中，削弱试图控制百姓的顶层势力。尽管比特币尚未成熟，但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事实上，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这种进程已经开始。每个人都应该密切关注比特币。比特币经济不容忽视。我对比特币的未来充满期待，因为我们才刚刚开始深入了解它的潜力、应用场景以及所带来的优势。在比特币主导的世界中，整个生态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人们将更倾向于储蓄、投资于特定的企业。简而言之，我们将进入一个更加注重权益的时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过度依赖债务。经济如今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廉价的债务和信贷，然而未来将更加注重权益和储蓄。我坚信，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医疗保健、住房和食物，这些都是人的基本需求。我们都有权分享地球的资源。迄今为止，尽管我们不断努力，但任何政治或金融体系都未能彻底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将解决方案固化在无法被个人篡改的集体协议算法中，这一理念无疑具有颠覆性。这种趋势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我相信，比特币将在未来10年得到兴隆发展。比特币正为世界各地的人们解决实际问题，从货币到能源，甚至提供了一种逃离国境的途径。这种增长与日俱增，就像互联网一样不可阻挡。很多人好奇，比特币成为全球标准还需要多久？比特币会否成为世界储备资产和世界储备货币？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尽管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我们离那一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也许在未来的5到10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定货币将会解体，购买力将转移到美元，可能是人民币，当然还有比特币。世界将变得更加公平、诚信和宜居。建立一个稳健的货币体系是重塑我们金融体系的关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平衡。这实际上会让我们更接近2000年前亚伯拉罕宗教所倡导的价值观。如前所述，比特币另一个让我着迷的地方是，它是一种能将我们团结起来的独特技术。放眼全球，尤其是美国，我们难以达成共识。但如今，比特币团结了共和党、民主党、保守党派及自由党派人士，因为他们认同比特币，认为比特币反映真实的价值，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正确路径。作为底层统一技术，比特币的突然兴起可真正促进我们之间的沟通，因为我们陷入了一种自我空间，拒绝与对方交流。比特币可帮助统一这些群体，让他们有机会身处同一个空间并进行沟通，这正是进步所在。我们的货币应当反映真正创造的价值，而不是陷入政府操纵下刺激消费和举债的陷阱。只要我们逃离不了操纵，我们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的自由。这正是我们需要改变之处。比特币给我们提供了创造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的基础及工具。我们正站在历史的拐点。纵观历史，我们重复着自由、压迫、革命、自由、压迫、革命、自由、压迫的循环。我们正处于打破这一周期的历史转折点，并最终朝着某个方向发展。在未来10-20年，
我们可能走向2个截然不同的未来，能否打破既有循环，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抵挡住如中国覆盖从学校到社交媒体的央行数字货币、社会征信体系等工具带来的控制与操纵。在这种体系下，我们被洗脑、审查、封锁、孤立，我们甚至永远扼杀革命。另一种选择是认识到他们所有权利均源于印钞能力，印钞机给予他们特权。一旦我们夺回印钞权，他们将不得不终止无休止的印钞，整个体系将分崩离析。比特币赋予我们摆脱印钞机的权利，打破体系的桎梏，再建立起一个不受任何人控制的货币体系，旧秩序将彻底崩溃。印钞机的利器让人类将摆脱被操控的命运，迈向真正的自由。我们站在十字路口，需要做出选择。我坚信人性本善，我们应该摒弃偷窃，不再发动战争。我们应当致力于构建可信赖的货币形态，让我们能为子孙后代建立一个繁荣、富足、和平和和谐的世界。比特币是希望、纯净和真理的化身。去买真理，买了以后就不要卖掉。箴言2323。欲了解更多关于比特币的信息，请浏览www.godblessbitcoin.com。